救我！男子只是匆匆瞥了一眼屋内正在捉弄女子的大哥，就被门口的小弟一脚猛踢，本应忍气吞声的他，这一次却一反常态。叶渊冷血的眼神，犹如一头饥饿的猛兽，在这时刻，若不如此，便难以存活下去。斩杀不入流武者，获得潜修时间6个月。宿主叶渊，修为不入流，武学斩锋刀法入门，挫骨手入门。将6个月的潜修全都灌注在刀法上，一刹那，叶渊感到自己的精神仿佛被拉入一处玄奥空间之中。叶渊体验到了无休无止的练习，期间他不知疲倦，无需进食，没有睡眠需求，他的所有精力都集中在刀法上。潜修空间6月过去，现在现实中也不过一瞬之间。叶渊眼神一眨，已经回过神来，恍如隔世。叶渊半月前魂参至此，继承造族身份，本应为汉奥保收之职，则因自身孤儿身份于无依无靠之境遇，屡遭上司牛奔及其党羽欺凌，隔三差五还要被当沙袋挨打取乐，成为同僚口中的出气筒。校尉牛奔依仗舅舅摧毁镇抚司的小器官的权势行欺男霸女之事，叶渊虽心中愤懑，却无力反抗，只能选择隐忍。今日牛奔又携叶渊至清水巷寻欢作乐，其行径愈发不堪，竟欲施虐于女子。叶渊，你找死！叶渊，你怎么敢？斩杀不入流武者，获得潜修时间4个月。喜欢抽人是吧？喜欢特别的是吧？现在够不够特别？够不够惊喜？我发过誓，以这样的人犯在我叶渊手里，我一定将你……叶渊意识到，尽管内心的怒火得以宣泄，但他必须马上清理现场，以免留下线索，同时也要考虑如何应对接下来的搜捕和追查。无论如何，这一刻对他来说，既是解脱，也是新的开始。现在看来，自己已无法再返回镇抚司了，更无法继续留在城中。一旦3人失踪的消息暴露，我必定成为被追捕的对象。尽管朝政腐败，但镇抚司仍然具有强大的搜捕能力，不如进入乡村或者加入江湖中的派别以谋后路。他认为这样的生活可以自由无拘束，可目前的主要依靠只是来自系统和他武学技能斩锋刀法和挫骨手，这是2门入镇抚司必修的武学。尽管他已经在这2门武学上有所成就，但他仍然缺乏一本内功心法来提升自己的修为至入流级别。对了，镇抚司有，必须抓紧时间，在消息暴露之前尽快离开。如此一来，从现在起到明日东窗事发，便是我能够在城里自由活动的时间。叶渊立刻趁着夜色，急匆匆地踏月而归。看门的老大爷在所外睡得正沉，时间紧迫，也正好省去了叶渊解释的心力。镇抚司牛奔住处，叶渊通过细致观察找到了隐藏的秘密。起初，他对书架和书桌的布置感到疑惑，直到注意到一块光滑无尘的镇纸，这才触发了一个机关。破阵。破阵是镇抚司中兵家传承的一种重要绝学，它涵盖了兵器使用、外功、内功、拳脚功夫以及轻功等多个方面，是一套全面的武学体系。看来是我多想了，摧毁一个小机关，怎么可能有全套破阵诀？他能私下传给牛奔的，恐怕也只是自己凭借功勋能够换取的那部分，大概也只是前1、2层的心法口诀而已。武学破阵心诀残篇残缺严重，品质一流，境界未入门。不管了，还剩下1年的潜修时间，先选一半的试试水。叶渊将6个月的潜修时间灌注到破心诀上，瞬间，他再次感到那种陷入玄奥空间的潜修体验再次袭来。在这个过程中，他经历了从熟悉心法口诀到成功引气入体，再到开拓躯体并运转内力的全过程。叶渊的意识回归，世间又是一瞬。宿主叶渊，修为入流，武学斩锋刀法登堂，挫骨手入门，破阵心诀残篇入门，潜修剩余6个月。叶渊在完成内功的初步前行修炼后，意识到自己由于练武较晚，身体定型导致内功修炼进度缓慢，于是决定先专注于提升自己的外功，也就是斩锋刀法。没想到内功的修炼进度那么缓慢，还不知道接下来会遇到什么危险，不如将剩余的6个月潜修时间投入到斩锋刀法的修炼上，这样不仅可以立即提升我的战斗能力，还能为我争取更多生存的机会。你再度演练起斩锋刀法，本次有了实战感悟和内功加持，你感觉更加得心应手。经过3个月潜修，
你觉得此前晦涩难懂的刀招刀法，现在竟然变得豁然贯通。6个月转瞬即逝，你对斩锋刀法领悟更深，达到如臂指使、运转如新的大成境界。武学斩锋刀法，品质2流，境界大成。叶渊在完成前修并提升了自己的斩锋刀法后，迅速做出了离开的准备。他从牛奔的住所返回自己的住处，更换收拾好衣服和钱财，正值天色微亮之际。小晕啊，这点儿都还没有亮，你这是要去哪儿啊？陆爷，我回村祭祖，出发晚了怕赶不及。那你快走吧，这会儿赶去，正好能赶上开城门。次日，东窗事发。当牛奔之死的消息传到镇抚司后，引起轩然大波。指挥官崔奎在现场发现了牛奔及其2名死亡的同伴，而另一人叶渊则下落不明。从制式燕翎刀的刀伤来看，叶渊是主要的嫌疑人。刚查到牛奔住所被人翻得一团乱，而后我们又在叶渊的宿舍找到了沾血的刀具和衣物及目击证词。今有造卒叶渊残害同僚牛奔、许平、流放，特将其逐出镇抚司，关闭城门，城南卫所所有人出动，将此贼捉拿归案。开城门喽！小子，你赶着投胎吗？我不投胎，但我很急。你急你等会儿出门城，给爷说道，看你急着干嘛？行进中的队伍正在通过城门，城防的官兵显得无精打采，只有少数人在进行例行的检查。年轻的守卫虽然在场，但他对队伍的盘问也显得缺乏力度，这可能给了叶渊一个较好的机会，来避免被认出或引起怀疑。出城干什么去？江湖游历。可有做奸犯科之许啊？没有。走吧。你是谁？从哪来？到哪去？莽汉脸上带着粗犷的神情，气得脸庞涨红，但最终还是没有胆量与衙门的差役对抗。突然间，从城中长长的街道远端传来了一阵马蹄的轰鸣声，伴随着响亮的呼喊声，滚滚。今有贼寇于城中行凶，严守城门，严查往来商客。贼人叶渊残杀镇抚司同僚，将受9州镇抚司全面通缉，悬赏50两。一张贴在城门前的告示上，一张给你们手持，逐个核对往来可上，勿要放跑贼人。画中的叶渊有着锐利的眼神和深邃的双眼，似乎带着一股煞气。旋即，这名士兵便察觉到了一丝面熟，但又有一些说不出来的陌生。正当他思考的时候，一个粗犷的声音突然打破了沉默：“哎，这不刚才出城的那小子吗？把你的话再说一遍。”官爷，这个叶渊刚刚过了卡，现在已经出了城门，我看他沿着官道往北跑了，就是他将人放过关卡的。私放通缉犯，贻误缉拿良计，罪该当斩。之前负责守卡的士兵是因为其他士兵偷懒而独自出城，最终不幸遇害。虽有内疚，但更多的是对镇抚司悬疑卫的指责感到不满。他们认为这是在推卸责任，或是将罪名强加给无辜者。镇抚司乃皇家直属，先斩后奏，皇权特需，尔等是有异议也。对干。那还不赶紧滚开！若是耽误捉拿要犯，拿你们几个的脑袋试问。悬疑卫和造卒在完成初步任务后迅速行动，领头的悬疑卫一抖缰绳，带领队伍穿过人群，马匹扬蹄嘶鸣，队伍随即消失在城门外。那人的痕迹似乎没有了，或许是转向了山林。你们2个回去通知郡城抚司，那厮要从城北出，让咱们的人从各个要道向北河为包夹。我和马成带剩下2人沿着踪迹去追，若能追到此寮，便直接将其拿下；拿不下，找准时机就地正法。森林中，小溪边，叶渊吃着干硬的炊饼，尽管身处险境，他还是能欣赏到自然界的美好，比如溪流中的鱼儿。他明白，在逃亡的前3天最为关键，必须避开镇抚司的全力追捕。呵呵，真是笑话！短短不到1天的时间，
就已经感受到那种江湖浪荡、天地为家的江湖意味了。为了降低被发现的风险，叶渊尽力掩盖自己的行踪，清理掉可能暴露位置的痕迹，并且在行走时尽量减少声响。虽然他并不擅长轻功，但借助一些基础的步法和内功心法，仍然能够减轻身体的负担。随着夜晚降临，叶渊决定找一个隐蔽的地方暂时躲避，以免遭遇野兽或追兵。最终，他找到一个浅洞作为临时藏身之处，并做了简单的伪装。在这里，他试图放松身心，同时保持一定的警觉，以防意外的发生。就在他半闭着眼睛恢复精力之时，突然听到了由远而近的脚步声。嗨，这小子真是属兔子的，这都1天1夜了，还没追到什么踪迹。我是累了，咱们到前面歇会儿吧。前面好像有个山洞，你们去休息一会儿。真的是无意碰巧，还是有意为之。之前镇抚司的通缉无不是入流好手，甚至是天机榜上有名的高手，根本轮不到他们这些造卒出马。只不过因为这次潜逃的叶渊只是个造卒。斩杀不入流武者，获得潜修时间4个月；斩杀不入流武者，获得潜修时间7个月。马成兄，你输了。那2个造卒现在都没出来，那贼人指定藏在里面偷袭。看来论追踪，还是你技高一筹。回去请你去天香阁舒塔一回。果然是暴露了，这2个只是探路的喽啰而已，真正的对手是洞窟外守朱歹土的2名悬疑卫。里面的叶渊是吧？我们知道你在里面猫着呢，但我还是劝你一句，乖乖出来吧。呵呵，好一个守株待兔，瓮中之鳖。这场突围恐怕是场持久战，洞外2名悬疑卫是1等1的好手，不如把刚刚斩获的11个月潜修时间来提升内功，这样才能尽快脱困。你开始潜心修炼破阵心诀，1月后落路开拓虽难，内力却如蓄水般渐增，冲击效率提升。半年后，11月后破阵心诀初具小成。11个月飞速流逝，既是回归又是盛天。小城的破阵星诀残篇虽然还没突破入流的修为，但已经十分接近，内力如洪流般涌动，仿若至尊战场。这是破阵星诀的威力，以强劲内力激发气血，短时间内爆发出惊人力量。在这遭难世道，若是不能逞一时之快，苟活性命又有何意义？还有斩杀入流武者，获得潜修时间1年01个月。刚刚那一刀是斩风刀，是这一刀狼烟北顾。你的刀法竟练到如此地步，为何甘愿在镇抚司当一格小兵，寂寂无名？我实际上应该感谢镇抚司，如果不是他已经腐朽到了极点，也不会逼我走上这条绝路。斩杀入流武者，获得潜修时间1年04个月。眼下最紧迫的任务是迅速离开此地，这些人可能已在路上留下了记号，镇抚司很快就会追来。潜修时间剩余2年05个月，破阵星诀的修为即将突破，正是一鼓作气，利用破阵星诀的激荡之力，冲破障碍的最佳时机。随即，叶渊将1年4个月的潜修时间灌注到破星诀上，以内力如愚公移山般冲破落路阻塞，终至破阵星诀登堂境界，内力积聚如池，随心所欲，力贯全身。宿主叶渊，修为3流，武学斩锋刀法大成，请拿手入门，破阵星诀残篇登堂，潜修剩余1年05个月。叶渊迈过入流门槛，跻身3流高手之列，虽非绝顶，却已高人一等。他轻握拳骨节坐下，旋即梭哈了所有剩余的潜修时间精进刀法，再无迟疑。1年后，你斩锋刀法大成，而后历经1年5个月的深思与冥想，由有形入无形，刀法被化作自然之象，刀意与天地相融，最终达至无逆而动的境界，仿佛化身刀锋，随神威将军纵横四海。可惜了，斩锋刀法距离圆满还是差了一点。
回禀小旗，4人皆死于刀伤，干粮和钱财都被掠走。此人刀法狠厉，定是那恶贼叶元。没想到还是来晚了。尔等都是能穿上玄衣的人，必然是入流高手。这叶渊对上2名入流高手还能反杀，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自己下辖的卫所有这号人物？只是我那儿子那虽不是亲生，但魏父早已把你当成骨肉对待。叶渊，我一定要让你生不入死。大人，这里发现脚印，当是贼人杀人越货之后逃遁进山。放令箭，让兄弟们朝这儿围拢，我们继续沿途追踪。看来已经有人发现孙林和马成的躯体了，正在召集人手向此处合围。也罢，真正的突围终于要开始了。若是此刻便回转，只会让包围圈进一步缩小。即便此次突围不成，也要解决到对方的有生力量。斩杀不入流5者，获得潜修时间5个月。斩杀不入流5者。斩杀不入流5。贼子尔敢！杀不完，根本杀不完。若是陷入苦战，敌人只会越打越多，不如引开他们，这样才有可乘之机。凌雨，贼子扎手，等我们一并行动。叶元，你逃不到的，快停下临死！正宗的轻功，不是斩锋刀法自带的那种直来直去的步伐。说实话，不羡慕是假的。系统把刚刚斩获的12个月灌注刀法，10个月灌注内功，现在立刻。你潜修10个月，破阵心诀更进一步，内力浑厚如海，继而苦练刀法1年，终在一呼一吸间领悟斩锋刀法真谛，达至圆满之境，并创出绝招听风斩。宿主叶渊，修为3流，武学斩锋刀法圆满，挫鼓手入门，破阵心诀残篇登堂，绝技听风斩，剩余潜修时间5。轻功。斩杀3流武者，奖励潜修时间2年。愚蠢！所有人继续追击，避免与之近距离交战，把他逼到包围圈中。修行破阵心诀，每日积蓄内力运转周天，开拓落路已成为常态。1年后，内力积蓄触顶，需构建更广周天循环。机遇已有基础，继续探索。2年过去，内力愈加凝实，落路日渐进展。面对诸身落路如河落，落点密布如星辰的挑战，虽感艰难，仍不气馁，坚信路漫漫其修远兮，行则必至。没想到破阵心诀仍还徘徊在登堂入室的程度，好在距离大成境界又近了一步，还是去找点水源解解渴吧。后者，这内功根本不是入流，情报有误。听声音并不是先前遭遇的那一批，这些人怕是早在溪水边埋伏着，就等着我口渴取水的时候来瓮中捉鳖。呵呵。等我的破绽是吧？接连与镇抚司交手几次，你们每个人都在算计别人，可笑。都在利用他人为自己创造机会，这样的对手满是破绽。阻止他，放箭。
斩杀3流武者，获得潜修时间2年04个月。贼子爷曰：叶问面对重重围堵，果断转身即使，以内力加持双手，如箭矢般穿梭山林，迅速拉开与未入流者的距离。唯有崔奎及少数3流高手或轻功了得者紧随其后，尤其是崔奎轻功卓绝，成为了叶渊最迫近的威胁。自玉镇抚司起，连同崔奎在内以力四国追捕，显然对方意图将我逼入山中，以便合围。看来是时候了。叶渊心念一动，将刚刚斩敌获得的2年04个月尽数灌注于破阵星诀残篇。潜修第1年，你继续将心神专注于破阵星诀残篇的参悟与修行。潜修第2年达到大成境界，又经过了4个月，残篇巩固，内力充盈，你的修为踏入江湖2流。宿主叶渊，修为2流，武学斩锋刀法圆满，挫骨手入门，破阵星诀残篇大成，绝技听风斩，潜修5。叶渊眼力骤增，夜色中的树影竟脉络分明，耳边风声呼啸。崔奎迫近之时，前路却逐渐变宽，紧接着水流声潺潺入耳，一片开阔处忽然出现了一处断崖，一挂银白瀑布自高崖倾泻而下，直落深渊，在月光的映射下宛若仙境。叶渊，你已无路可逃，为我奔而赔命吧！寒月长江，同样是寒月沉江，这怎么可能？同样是斩锋刀，甚至是相同的刀招，你的刀法究竟练到了什么境界？还有你的内功也远超预计，恐怕早就开始暗中潜入奔儿房中偷练破阵星诀了吧？是不是奔儿昨日识破你的鬼祟行径，你才对他痛下杀手？牛奔残暴不仁，欺男霸女，你怎么半点不提？我没你们那么多鬼鱼心思，我杀牛奔纯粹是因为看他不爽。我现在杀你，也同样是因为看你不爽。小厮，你好生狂妄！苍浪刀法，崔奎双手持刀如历史脚步，以苍浪刀法向叶渊协调而来，刀势连绵不绝。然而未待浪起，叶渊刀光一闪，以抽刀断水之势切入苍浪之末，一次交击后，横刀即尺，眸如刀，将崔奎的阔刀压下，刀势戛然而止。你的刀法难道已经大成？整个南城卫所，包括我在内，就没有刀法如此神乎其技之人。不是圆满。斩杀2流武者，奖励潜修时间3年02个月。崔小棋死了，快用箭乱箭射杀！镇抚司真是令人失望透顶，他日江湖再见。叶渊话音刚落，不待追兵反应，已纵身跃入湍急瀑布之中。玄衣校尉们赶到崖边，水雾蒸腾，星夜茫茫，叶渊早已消失无踪，唯余江湖再见4字回荡耳畔。走吧，到崖底瀑布搜寻。叶渊从断崖跃下，瞬间被激流吞没，由豪情满怀转为落汤鸡状头晕目眩。他迅速调整姿态，以内功护体握住刀柄，于2个呼吸间出鞘一刀中流砥柱，刀劲如山水花四溅，借助反冲之力卸去坠落之力，以不太标准的姿势潜入河中，顺流而下，如游鱼入海，如潜龙出渊，消失无踪。什么都没有，他应该跑了。镇抚司郡司内，屈清扬正为青州内乱局头疼，不仅有黑虎帮肆虐乡县，绿林之盟称霸一方，还有怒潮帮与巨鲸帮冲突不断，严重扰乱民生，更削弱了镇抚司的影响力，影响了他的灰色收入。正思索如何补救之际，门外脚步升级，未及敲门，屈清扬轻可示意：“出什么事了？”取监护，昨日南城卫所有1名灶卒杀了同僚逃出城了。原本安排了小齐崔奎率校尉和灶卒出城追剿，但崔奎也死了，那贼人还杀了不少玄衣校尉，然后跳江脱逃而去。大人这……崔奎真是废物，卫所里藏着一个2流高手，竟然一无所知，还被其反杀。镇抚司的脸真是丢光了。将他的画像挂到通缉悬赏吧，那些捉刀人会感兴趣的。另外，让王百户负责留意这个叶渊在江湖上的消息，若是发现，即刻缉拿归案。千户大人，这悬赏赏银，江湖2流，一般定多少？100两以上。那就定500两吧，毕竟是从镇抚司判出去的，要尽快解决，不能堕了镇抚司的威名。
叶渊从镇抚司逃出，沿着清水河寻找食物，最终在老姜家得到了一碗热饭。老姜见其并非恶人，心中稍安，便让其在柴房暂歇。这农户老姜还怪好的嘞，这个乱世竟还有如此心善之人。人既断于此家之前，秦堂主肯定就藏在这里。2日前的大战被他跑了，今晚一定要。话语间就要断人家生路，看来这一饭真是不得不报了。老大，其他人怎么处理？不留。从内镜反馈来看，对方同是2流高手。大哥还能顶得住吗？钱江河一定在里面，有个人帮我，其他人进去找。门外的危机尚未平息，屋内的宁静已被打破。前日，怒潮帮与巨金帮大战，断刀堂堂主秦江河的救命之举，此刻成了老姜家的负担。3名黑衣人闯入，主屋与侧屋皆被搜查。找到你了，小老鼠。我真上，跟个硬骨头叫个什么叫？何不攻敌一弱？斩杀入流武者，获得前修时间1年零2个月，前修剩余1年零10个月。贼子而改。主屋内，2名黑衣人目光锁定床下的老姜夫妇，年长者抽出武器，刀锋聚起，一招劈向木床，床板裂为2半。黑衣人目光一凝，刀势未消，直指老姜夫妇的面门。若是让救命恩人在秦某面前身死，那秦某有何颜面好活于世间？尔等有何手段，尽管冲我来！秦江河找的就是你，贼子而改。黑衣首领随破碎的木门倒飞出去，重重摔在地上。叶渊一手提刀，另一手拖着一名黑衣人走出阿秀的房屋，这才明了了黑衣人此行的目的。叶渊并未多虑，江湖险恶，只凭本心行事，灌注1年前修时间至破阵星诀残篇。破阵星诀残篇你已经烂熟于心，圆满的道路你也清晰无比，只待一步一个脚印，踏至功成。斩杀入流武者，获得前修时间1年零2个月。想必已经是逮着藏身的秦江河了。本是强弩之末手到擒来，可没想到半路杀出个这号难缠之辈。不对，你的刀法是镇抚司的斩锋刀，你是悬疑卫。我知道了，你是前日叛逃镇抚司的悬疑叶渊，还上了镇抚司的悬赏。没想到仅仅凭借斩锋刀法的辨识度，便能认出我的身份，那就不能留下你了。叶渊，我乃巨金帮夜叉分舵的副香主，虽然2流武学，但你若加入我们，助我擒住秦江河，巨金帮必有你一席之地。只求你饶我一命。瞧你见识不错，你若能认出这一刀，我便饶你不死。这是什么刀招？道名清风。
斩杀江湖二流武者，获得前修时间3年06个月，前修时间剩余5年07个月。斩杀江湖入流武者，获得前修时间1年01个月，前修时剩余6年08个月。老丈可否告诉小子此人的身份？此人是怒潮帮断刀堂堂主秦江河，我在清河上捡回来的。旋即，叶渊对怒潮帮与巨鲸帮的恩怨了然于胸，两帮势力在长河江与流月湖的交错地带屡屡冲突，争斗日益激烈。他无意评判是非，只从中窥见了潜在的利益，思索片刻便不再多问。老丈，这位秦堂主就让我带走了，继续留在你处，只怕还会有人击剑而至。至于这些，我帮你们处理了。麻烦恩公将他们沉到清河里。好，如此倒也方便。老丈，能否再给带些干粮？这荒郊野岭，一路行来也没见什么野物。我不是为我汉，我是怕他饿死。有的，有的，恩公稍等。老丈，这次真走了。大哥哥，你要去哪儿？此去便是江湖。若是你以后在江湖上遇到一个叫阿火的人，帮我问问他什么时候回来。阿秀还在小河村等他。九州何其大，茫茫人海，我又怎可能碰到那个你心心念念的人？如果我见到他，我会帮你带话的。你再度翻阅破阵星诀残篇，将星诀关窍熟记于心，准备进行最后的突破。前修1年时间，你运转内息，将先前开拓的周天落路点位进一步巩固。前修3年时间，你的破阵星诀残篇踏入功成圆满之境，你的修为踏入江湖一流。宿主叶渊，修为一流，武学斩锋刀法圆满，挫骨手入门，破阵星诀残篇大成，绝技听风斩，前修剩余3年08个月。一流修为，江湖上乘，在东郡镇抚司也可稳坐总旗的职位，是能被镇抚司叫得上名号的人物了。叶渊跻身江湖一流高手，但在破阵星诀残篇和听风斩踏入圆满境界后，面临了进一步提升的瓶颈。考虑到秦江河可能带来的机遇，或许修为的突破不应该急于一时。除了刀法、心法，便只剩下一名几乎被遗忘的拳脚错骨手了。不少江湖人只知道镇抚司的斩锋刀法，而不识的错骨手。鉴于此，将2年时间投入到几乎被遗忘的二流武学错骨手上。错骨手共有12式，分为60擒拿60散手。你开始演练错骨手12式，初时声色缓慢，3个月后踏入小成，11个月后踏入登堂入室之境。经过2年的修炼，你的错骨手出招刚柔并济，变幻莫测，攻至大成。宿主叶渊，修为一流，武学斩锋刀法圆满，错骨手大成，破阵星诀残篇圆满，绝技听风斩，前修剩余1年08个月。怒潮帮断刀堂秦江河，秦堂主在下夜杀。幸会。秦江河为报救命之恩，教授叶渊武学草上飞。叶渊利用前修时间，迅速将草上飞修炼至大成境界，同时还承诺如将其保送回断刀堂查出内鬼，将传其更为高深的武学及自创刀法。客官，马上就到。人本以为传功深有嫌疑，没想到也不过是我秦某的牺牲品。长河四鬼，这群夜叉还真下血本。四鬼，那就是还有2个。秦江河，受死！先上去。
夜叉，先走。做鼓手60散寿，探营卓越。一个一流，一个二流，一旦落入水中，叶渊深知一旦落入水中，自己绝无生还可能。面对2个水鬼的围攻，他必须在危机中寻找生机。他将剩余的8个月潜修时间全部灌注到轻功草上飞之中。你将剩余的8个月潜修时间全部投入到草上飞的修炼。经过2个月的潜修，能在空中调整姿态，避免伤害。4个月后能在空中借力制流。经过8个月的潜修，你的草上飞达到了化境，身法与内力完美融合，能够在空中自如变换方向，借力反弹，如履平地。苍蝇积水。斩杀江湖2流武者，获得潜修时间3年04个月，潜修剩余5年。叶渊凌空一跃，足尖轻点江头，踏水凌波微步，身形如燕掠至岸边。另一边秦江河自顾不暇，虽出透天之境，奈何身负重伤，战力大打折扣。刚被叶渊甩上岸，便急急逃命，非是国情实为无奈之举。然而巨金帮布下天罗地网，前后皆有敌手。不好，巨鲸帮夜叉分舵的核心战力黑白落沙，一流修为。秦江河，今日就是你的死期。没有机会了吗？将3年的潜修时间灌注拳脚。你对错鼓手勤修不辍，6是擒拿，6是散手，完全融会贯通。你的错鼓手踏入圆满之境，领悟绝技错鼓分筋。错鼓分筋。你找死！终是双鬼相互照应，让我无法更进一步。看来不能贪功，秦江河已陷入危局了。附身，寒月沉香。各位后会有期。没再追了吗？目前还没有。呵呵，没想到短短3天不到，已经经历几番生死。前面有人拦路，我感觉这趟买卖我不划算了。小兄弟，你还是划算的。大哥，我们可算找到你了。来的可真够及时。你这小子要干嘛？那是我大哥。是不是你大哥？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得他说了才算。秋山，这位少侠定是救了堂主性命的恩人，你怎能如此无礼？前日秦堂主在清河遭袭，断刀堂即刻遣人四下寻找，遗憾连日无果，适才得线报援将有意，遂率众人火速驰援。这位兄弟在夏季成空，舔猎断刀堂副堂主，这位是赵秋山断刀堂执法长老，吾2人身后皆是断刀堂子弟。小兄弟，关堂主伤势颇重，能否交由在下即刻施救？这个季成空心思机敏，不可小觑。然而目前形势下，跟随断刀堂无疑是最安全的选择。这些人的身份确认无误，至少可以暂时避免巨鲸帮夜叉舵的追杀。若巨鲸帮真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又何必费尽心机谋算秦江河呢？夜叉兄弟，道哥，你醒了吗？这些都是自己人，是我堂中的兄弟们，内鬼绝不会是他们。我以我自己的性命担保。未必呢。成空，
彻查堂内上下，找出泄露我行踪的内鬼。是。对了，沿着清河向下10里外有一处小村庄，去找到一户江姓人家，他们救了我性命，替我送些谢礼去。不好。几日后的断刀堂内，叶渊在极短的时间便将秦江河传授的藏风刀法炼制大成，二人关系日渐深厚。但外界风云突变，小河村被巨金帮屠戮的消息不胫而走。大哥不好了，手下弟兄来报，巨金帮趁你受伤之际沿清河扩张，小河村已被夜叉分舵屠戮。秦堂主，我该走了。调集兄弟们，我们夺回清河。秋山，你跟上去，务必看顾好夜叉兄弟的安全。堂主，人已经走远了，你该回去歇息了。吃过饭还要喝药调理身子呢。内鬼的事，你调查的怎么样了？此人藏得很深，我还在查。赵秋山带领的断刀堂弟子们虽然修为不如叶渊，但依然尽力跟上他的步伐。然而，长时间的急行赶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渐渐的，他们的体力开始不支。不好，是伏击。真不知道大哥为什么让我来护送你，真是晦气。是季成空的手笔吧？只不过我好奇的是，你们这些精锐都来堵我们，那秦江河呢？谁来对付？早就看你不爽了，你莫不是怕了，想要临阵脱逃找的借口罢了。小子，你把话说清楚。我再说一遍，秦江河很可能有危险，你若是再拖延，便只能给他收尸了。你是说，是季成空向大哥推荐我来接应，故意将我支走断刀堂，他下一步就是对大哥动手。有，好大的威风啊！断刀堂的赵冷子都压不住你哦。不劳小兄弟费心，我们舵主自会出马。小子，今天就让你给我们老四陪葬！夜叉这小子一走，总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堂主该吃药了。怎么？帮主的伤势要紧，之前有夜叉少侠监督，现在夜叉少侠不在了，我得看着您把药喝下去。我有和你们提起过小兄弟的名讳吗？不愧是秦堂主，心细如发，机敏过人啊！可惜太晚了。魂天夜叉方宇以巨鲸帮扩张为由，调派所有核心长老外出，再以小河村做文章，将秋山和夜叉兄弟遣走。想必无论我现在如何招呼，都不会有人来掩护。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了，秦江河啊秦江河，连自家兄弟想要什么都不知，何该你今日有如此下场？斩杀入流武者获得潜修时间4个月，斩杀入流武者获得斩杀入。夜叉兄弟，不用管我们，你先冲出去，回堂中就得。小子，拿命来！这小子什么来头？看着年纪不大，根基竟然如此深厚。夜叉兄弟，小心！挫骨分筋。清风。斩杀江湖一流武者，
获得前修时间4年零5个月，前修剩余7年零4个月。夜叉兄弟，老赵求你，一定要救下大哥。嘿，秦江河，后天之境，你竟如此不堪一击！不好，是机关。方舵主莫急，此屋中修有一间密室，秦江河只是在负隅顽抗而已。你先下去。涌到那一片漆黑，季承空心中暗自祈祷，毕竟多年兄弟出生入死，只希望秦江河能够理解当前的局势，不要贸然行动。这是最后一间石室了，秦江河只可能在这里。开门。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这是他修炼的地方，当时为了记清楚，我还特意拍了照片。哼！方舵主，你这是什么意思？这可是你出卖盟友的证据。但是这是我刚到手的苹果15，出去后我陪你抬化为飘瓦西林普若。我这抬花了不少钱，是不是有点浪费啊？那你去我左下角领，华为 P7林普若和苹果16普若麦克斯都有。方舵主，这都骗人的，我都到手了，这还能是假的？那我现在去也来不及了。不会，这次数量随时监控的没货了，立马补。刷到这条视频的从左下角点进去，下载升级就能看到领取界面。还升级呀？怕什么？注册后先送你上古神剑，自带剑技，剑剑精平，挂机1天能升300多级，3、5天就能到手。行吧。方宇，你还是一样心狠手辣，对自己的盟友也丝毫没有顾忌之意。季承空，一个墙头摇曳的小丑而已。秦江河，你才是我的对手。你已技穷，现在这里只剩下我们2人，就让我来送你上路吧。再见了，老对手。经过3年清修不除，已彻底了悟藏锋之意。刀藏锋息止，刀出鬼神经。你的藏锋刀法踏入圆满之境，领悟刀法绝招鬼神斩。老钱死了吗？没死，起来帮忙了。老钱，我还没死呢。为什么？为什么你们2个还不倒下？断刀堂，此仇来日必报。咱们还没完呢，怎么能走呢？
夜叉舵主，后天高手，名不虚传。黑白罗刹竟没能阻你。夜叉呢？江湖上没听过你这号人，你究竟是谁？黑白罗刹已死，至于我，一个初出江湖的小人物罢了。不过我还有另一个名字。什么名字？叶岩。东郡镇抚司有一造卒刀斩上司叛逃，镇抚司挂出悬赏，昭告江湖。那人的名字就是叶渊。镇抚司嘛，他们看走眼了。鬼神斩。与众合力斩杀后天武者，获得潜修时间2年零6个月，潜修剩余6年零10个月。长空，多年兄弟，为什么还不能做到坦诚相见？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堂主，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是成王败寇罢了。机关算尽，终成空。他这名字倒是分外应景。你又救了我一命，我没什么能报答的了。你一直渴求进阶的武学，我这里有半部惊潮心法，恰好能修至后天，直至圆满之境。武学惊潮心法，平至后天，境界未入门。小河村事件后，夜叉舵被俘虏，叶渊断刀堂一战成功，获得后天功法惊潮心法，并且悟出自创刀法，封为6斩。至此，叶渊赫然在列九州麒麟榜第88位。叶渊兄弟，你该走了。我本就要走的。你不问我为何叛出镇抚司吗？不必多问。叶渊兄弟，这榜首是北荒一族，飞鹰、独孤傲。身份都暴露了吗？这糟烂的世道，终于有一些让人热血沸腾的事情了。老秦，咱们江湖再见。别死在外面了，多加小心。知道了。只可惜这个人不属于怒潮帮。堂主，这府司有人来访。什么职位？事败后跟着的2人皆是总结。道哥，不知我家兄弟怎么得罪了这位大人，竟然要下如此死手。东郡镇抚司是百户李无当，见过秦堂主。李百户，镇抚司何故到我断刀堂逞凶？废话少说，叶渊何在？前些日子确实与我断刀堂有来往，只不过如今一朝暴露，他人已经走了。那敢问秦堂主，叶渊去往何方啊？抱歉，一无所知。那就是没得商量了。李百户，这是何意？听闻秦堂主一柄断刀镇压清河上下，魂天夜叉也死在你和叶渊的合力之下，我便来领教领教，看看你究竟有何本事。叶渊与断刀堂分道扬镳后，选择了一条更为隐秘的路线，翻山越岭。经过1天1夜的跋涉，翻过了清河山，远离东郡地界，破晓时分进入了江淮之地的小新镇。自镇抚司挂出悬赏昭告江湖，各路捉刀客也蜂拥而至。老板，2个肉饼，1碗白粥。好咧，客官请稍等，马上就好。发什么愣呢？你看看，你刚刚说的是不是那个？那定是叶渊无疑。不要轻举妄动。我俩一流刀客，配合起来，即便是后天高手，也未必不能一战啊！先跟上去。本以为自己翻山越岭，
小心行事。没想到这才刚进镇子就被盯上了吗？难不成注定是个风餐露宿、漂泊荒野的浪客？人呢？小心叶晕！斩杀2流武者，奖励前修时间。斩杀2流武者。斩杀2流武者，奖励前修时间2年零4个月，前修剩余是1年零2个月。大哥，这小子心狠手辣，手起刀落，没有半点犹豫。那使刀的手段又硬，咱们还干嘛？为了些许赏钱丢了性命，不值得，露底了，退！瘦子回来，他在炸你！风雷6斩。兄弟，你怎么样？看来我们今天都要交代在这里了。笨蛋，你请饶啊！传说中的传音入室，还有高手。我们认输，少侠。只要您能饶我们一命，我们绝不会再碰任何关于您的悬赏。若是您将来有什么吩咐，那好，我只要一样东西。你要什么？您想要它？哥啊，你别害我啊！你们误会了，我不要他。我感兴趣的是，你刚刚在半空被我斩落地底，却能毫发无伤，抱起再战。这人结结实实用胸膛挨了我一刀，现在还能有气力说话，想必是有什么独门秘籍。我们曾是金刚宗的俗家弟子，虽然只学到了金刚断体秘城的入门残卷，但已足以强身健体，达到刀剑难伤的程度。若是少侠不嫌弃，我等愿倾囊相授，以换我兄弟2人性命。山洞内，身形较胖的捉刀人一边口述金刚断体秘城，叶渊一边倾听。随着最后一音的落下，系统已经将金刚断体秘城残篇收录在内。武学金刚断体秘城残篇，品质一流，境界未入门。随后，叶渊盘腿而坐，凝神体悟，分别将3年时间投入风雷6斩和金朝心法，旋即心神进入潜修之中。有此前斩风和藏风刀法的深厚积累，潜心体悟风雷之意，经过3年的潜修，你的风雷刀是趋于圆满。风雷6斩也正是踏入圆满之际。武学风雷6斩，品质后天，境界圆满，绝技风斩雷动。而后，你重新拾起金朝心法和破阵心诀残篇的攻诀细细体悟融而为一，自创武学无名心诀。宿主叶渊，修为一流，武学风雷6斩圆满，错骨手圆满，草上飞圆满，无名心诀大成，金刚断体秘城大成，绝技风斩雷动，踏水凌波，错骨分筋，前修剩余1年0.2月。此子又突破了。我早就听说麒麟榜上不乏有潜力深厚的天骄，他们突破瓶颈如喝水一样简单。有的人能在战斗中不断精进，每一次战斗都是会助力其变得更强，简直是个怪物。这样的天才只是位列88，天机榜不会是看走眼了吧？镇抚司也真是蠢材啊！这样的天才不细心培养，竟然容其背叛而出。山洞一夜后，叶渊一路向北，胖瘦金刚和叶渊分道扬镳，则是前往附近的小清镇。清晨的街头迎面撞上3道黑影，来人正是前来追踪叶渊的镇抚司玄一卫。站住！想必2位就是江淮捉刀客胖瘦金刚了。几位官爷有何吩咐啊？胖瘦金刚因被怀疑知道叶渊的下落而陷入困境，李无当通过观察和已知信息推断出他们可能是唯一幸存并知晓叶渊行踪的人，直接逼问叶渊的去向。叶渊放了你们？对对对。为什么？他现在在哪儿？叶渊杀伐果断，却是个讲原则的人。老弟啊，若是以后遇到，我们还是要搞好关系才行。我们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用自身掌握的秘籍与叶渊交换了性命。叶渊昨日已经离开，我们并不知道他的具体去向。江湖险恶，小帮小手，
咱们有缘再见，别死在外面了。胖瘦金刚在面对镇抚司悬疑卫李无当的质问，表现出了些许犹豫。胖子内心对叶渊颇为佩服，认为他并非麒麟岛上那些十恶不赦之人，因此不想透露其行踪。但在胖子犹豫之际，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苟且求生，刀毙罪犯当杀。快去联系叶渊。我用什么联系他？用那个华为美特60 Pro， 能打卫星电话。你何时有的这等好物？左下角刚拿的，你想要的话也可以去拿。少废话，我点了左下角下载怎么没拿到？都是骗人的把戏吧？你要点我左下角下载注册，我左下角是内部升级链接，轻松挂机升级，8千台苹果16 Pro Max 和华为美特60 Pro 型号配置任你选，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哎，还真是，我就从你左下角链接下载注册上线，参与界面就出来了。等解决完你们，我再去拿一台。废话少说，看招！大哥，别管我，快跑！叶渊在清溪边喝水，享受着山林间的宁静。他昨夜在树上睡了一觉，醒来后感到精神饱满，身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圆满状态。这得益于金刚断体秘成突破至大成的效果。出来，这2天跟了我一路，真当我追不上你，杀不了你吗？从树后走出的是一位俏丽活泼的白衣姑娘，正是陶陶。她是出于好奇才跟随叶渊，毕竟她是刚刚名动江湖的麒麟新秀。莫不是也想换取上前？出手吧！前来追捕你的是东郡镇抚司侍百户李无当及其手下，都是一流好手。胖瘦金刚因重伤未愈而被轻易制服，最终惨遭斩首，悬挂于小青镇口。若非你横插一手，他们2人也本该死在我手中。他们身为捉刀人，本就是提着脑袋过活儿。现在你要怎么做呢？那几个悬疑卫在呢？这老天不是喜欢受命吗？我给他再附送几条。面对陶陶的问题，叶渊沉默片刻后，决定不再逃避。他问清了追捕者的方位，然后毅然决然地朝着东南方向大步离去。秋风渐凉，但陶陶的心情却异常振奋。他相信叶渊将会在这片林子里点燃一场正义与复仇的火焰。与此同时，李无当和他的2名悬疑卫也在追踪叶渊的踪迹。突然，远处丛林中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李无当立刻警觉起来，挥手示意身旁的2名悬疑卫停下并戒备。然而，这2名悬疑卫反应稍慢，前后拉开了2、3个身位的距离。就在这一刹那间，一道黑影从丛林中骤然扑出，势如虎豹般迅猛。斩杀一流武者，获得前修时间4年零2个月，前修剩余6年。李无当迅速反应，挥刀攻击叶渊，仅仅一刀便展现出了麒麟榜67位的天骄实力。叶渊虽然挡住了李无当的攻击，但仍被逼入劣势，试图撤退，重新进入丛林。然而，经验丰富的李无当并没有给叶渊轻易逃脱的机会。杀了我的人还想走，是不是太天真了？叶渊与李无当展开激烈的近身搏斗，李无当凭借其卓越的身法和刀法步步紧逼，而叶渊则以内功心诀与金刚秘成相结合，勉强与李无当的强劲刀劲相抗衡。2人刀光剑影，交锋异常激烈。叶渊在李无当的强大攻势下，被迫采取贴身相搏的策略，双方实力旗鼓相当，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好小子，所有人都小瞧了你。在对决中，李无当凭借其高超的武艺和内力优势，一度压制住叶渊，使用破阵心诀中的身法快速追击，给叶渊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叶渊在修为上稍逊一筹，并且由于先前为了速杀一人而失去了先机，导致处于不利地位。然而，叶渊利用金刚秘成的加持，保持了一定的抵抗力。尽管处于劣势，叶渊依然冷静地寻找机会，在脑海中观想金刚怒目的形象，激发体内潜能，使出风雷6斩中的绝技风斩雷动。系统将6年前修时间全部灌注到内功心法。你继续潜心修炼无名心诀，前修2年便趋于圆满，前修4年，你的无名心诀成功踏入圆满之境，你的修为踏入后天。宿主叶渊修为后天，武穴风雷6斩圆满，错骨手圆满，草上飞圆满，无名心诀圆满，金刚断体秘成大成，绝技风斩雷动，踏水凌波，错骨分尽，前修5。
后天之境终于在第10级动画突破了。在这紧张的瞬间，叶渊倒飞的身影在空中翻转后稳稳落地，一股磅礴的气息从他身上爆发而出，威势愈发强大。李无当见状，立即判断叶渊刚刚那招风斩雷动必然消耗巨大，认为这是攻击的最佳时机，于是迅速扑上。然而，令李无当意想不到的是，当他还在半空时，叶渊身上却爆发出更加惊人的气势，似乎已经达到了与他不相上下的水平。这一变化让一向自信的李无当心中出现了短暂的犹豫和动摇。这怎么可能？难不成短短时间，叶渊竟然突破1流，攻至后天圆满？再来战过。叶渊和李无当的刀锋在方寸之间猛烈碰撞，两股强大的气劲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这一刻，双方势均力敌，叶渊眼中战意更盛，他暴喝一声，随着一声巨响，李无当被一刀劈飞，重重的砸在地上。尽管叶渊潜力巨大，位列麒麟88，但毕竟只是实打实的1流高手，而李无当则是后天之境的天骄，位列麒麟榜67，是东郡镇抚司的天才。然而事实摆在眼前，攻守之势已经逆转，李无当只能匆忙格挡，但颓势已现，节节败退。李无当再次被叶渊的强大真力击中，他的自信已经被叶渊的强大信念所摧毁。在这紧要关头，叶渊挥刀再斩，刀锋雪亮，一击劈落了李无当的发髻，并在他的胸膛上留下一道深可见骨的刀伤。叶渊准备再次挥刀，秦江河在我手中。他人呢？我带你去见他。叶渊，受死吧！你要做什么？秦江河可还在我手中，你就不顾他的死活了吗？江湖中人，秦江河生死自有其命，若是他死了，我就替他报仇；若是他还活着，我就替他拿回短刀。总之都是杀你，有什么好犹豫的？安心上路吧。你不能杀我，你杀了我，天下尽知，京城总司会亲自派人请剿你。斩杀后天境武者，获得潜修时间5年0 9月，潜修剩余5年0 9个月。次日清晨，叶渊出现在小清镇口，原本熙熙攘攘的山道瞬间变得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景象震慑住。他取下挂在门楼上的胖瘦金刚，并将李无当踢了上去。这一幕让所有人屏息凝神，直到叶渊消失在视线中，捕快们才赶到现场。而叶渊也因力斩李无当，跻身麒麟64位。镇外一座荒山小丘上，新立了2块石碑。一袭黑衣的叶渊沉默敬礼。良久，一道声音在身后响起，来人正是麒麟在榜的第72位陶陶。他俩虽是捉刀客，但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泄露你的行踪，也算仁至义尽了。没想到的是你竟然真的能杀了李无当，替他们报了仇。这嘈杂的世道，我并不渴望能去重塑，我只愿自己能坚守本心，不为外界所左右。本以为不会再见，没想到这么快又见了。小胖小瘦，黄泉路上好走。叶渊决定先回断刀堂归还秦江河的断刀。陶陶以易容之术千面神功和指导叶渊轻功草上飞为条件，换取叶渊护送他去江淮寻找他师父的一位救人之女上京。断刀堂内，叶渊遇到了来自怒潮总舵暂时代管断刀堂事务的季从云，一位先天之境麒麟榜36位的武道高手。知晓了李无当携人闯入断刀堂询问叶渊下落时，秦江河拒不配合，因此身受重伤失去了一个胳膊的事实。此物非同小可，一看就是江湖中不可或缺之宝器。这是我新换的手机，它能穿越千山万水传递音信，宛如轻功绝世，更可摄取世间万象。挺贵吧？不贵，这是我在转转买的2手苹果14才2800，比新机便宜2000多，而且经过转转官方验机，质量靠谱，上面的电脑也不错。买2手选转转就对了。叶渊决定不等秦江河醒来，仅将短刀归还，便欲离开。江湖之大，风中带血，如履薄冰，有几个能得善终的？还活着就好。老秦，这是你的断刀。麒麟榜64位，狂刀叶渊，果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啊！其实我是想领教一下麒麟36系的高招。季从云调整姿态，单手搭在古朴剑柄上，瞬间气势从平静如湖面转为暗流涌动，怒潮狰狞。叶渊立刻感受到这股变化，对方的气势节节攀升。季从云缓缓拔剑，每一寸剑身出鞘都伴随着气势的增强，最终呈现出铺天盖地的威势。叶渊感到巨大的压迫感，呼吸急促，遂迅速拔刀迎战，以锋锐之意对抗无形重压。季从云挽剑耍花时发出嗡鸣之声，无形的剑势化为有形锋芒，背后仿佛出现由密密麻麻剑气组成的巨浪。这种剑气之潮远超一般先天高手极限，让叶渊心神俱疲。随后，剑雨如繁星陨落般倾降，
面对如此极端的压力，他凝聚飓风与火焰，逆流而上，悍然无惧地迎上剑气怒潮，施展风转雷。经发现要犯叶渊擅闯断刀堂，特令怒潮上下紧而替之。今后一有发现，即刻上报政府司。好好的，怎么打起来了？10分有100分的不对劲，小老弟，我感觉季手说这话不对味儿啊。叶渊就在眼前，你要真想领赏，何不现在拿了他去镇抚司呢？什么叶烟？叶什么烟？我不知道，我没看见。我也没看见。麒麟36，怒潮帮蓝山客，能跑吗？叶兄弟送回断刀，我怒潮帮欠你一个人情，若日后有需要，就到流月湖、兰江岛上寻我，季某恭候大驾。踏月寻踪，叶渊怎么会和他们纠缠在一起？有意思。首座，你看正门，从你下个月的月钱里面扣。好的，首座。叶渊于东郡现身，再入江淮，镇抚司和捉刀人们必然向此处汇聚。两人绕过城镇，沿着官道北上，返回江淮郡。据说东郡镇抚司区青阳已经派出2名百户带队围剿叶渊，甚至京城镇抚总司也被惊动，可能派遣4项使者参与其中。尽管外界对叶渊的追捕风声鹤唳，但叶渊与陶陶依然顺利地跨过了东郡边境。根据情报知晓，需要寻找的此女已经被飞鱼帮吴德掳走。叶渊一行靠着地图来到了东极小镇的东来前方。飞鱼帮吴德何在？哪家的愣头青敢来寻我？你就是吴德。不好，是武者。随着陶陶的动作，导致灯火俱灭，人影交错，一片混乱。重新掌灯时，叶渊、陶陶以及飞鱼帮的吴德都已经消失不见。叶渊和陶陶押解着被绑成粽子模样的吴德，一路疾行，终于在翌日清晨抵达了邺城城郊的一处庄园。叶渊站在林中，目光凝视着不远处的大门。少侠，就是这里了。我负责正门，你去围堵后门，大概1刻钟后动手。什么人？索命之人，无需多问。击杀不入流武者，获得前修时间1个月。帮主不好了，一个黑衣蒙面的打进来了。一个人，帮里的人呢？都是饭桶啊！不行啊，帮主，此人太猛了，一刀一个下饺子，兄弟们死的死，逃的逃，他马上要打到中庭了。走走走，这楚庄园不要了，回城里避避风头。有镇抚司在，此人绝不敢嚣张。来得这么快，不是说是一个人吗？斩杀30个不入流炮灰，减去陶陶教授你武学而消耗的前修时间。目前前修剩余9年03个月。你就是帮主彭连彪。你们究竟想要什么？我只求饶我一命。掳掠来的女子在哪儿？假山后面有一个地下通道，她就在那里。带路。叶渊与陶陶成功从飞鱼帮的地下牢狱中救出了柳家姑娘和其他被掳掠的女子，并决定将这些无辜的人质送往邺城交给官府处理。可叶渊哪里知道，官府早就和飞鱼帮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了。在处置了飞鱼帮主彭连彪后，两人选择了远离人群，一路北上，深入山林，以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小女子柳青瓷，见过叶公子。幸会。而后，叶渊利用刚刚斩获的前修时间，结合之前向陶陶请教的经验，以及自身对武学的理解，最终创造了一门名为电光神行步的技术。行进数日，叶渊一行北上，路过邺城，最终在乡野官道旁的一间客栈短暂停留。要欢迎光临。客栈内，叶渊出于试探和善缘的心态，邀请老乞丐上桌，并慷慨地为他提供了食物和茶水。客官，请慢饮。看着像个普通乞丐，
基本可以推定老乞丐非寻常人，万一能触发一个隐藏任务，那可就赚了。伙计，再来壶热的。小娃娃心善，可怜我老叫花。叶渊、陶陶和柳青瓷在乡野小站中原本享受着片刻的宁静，却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一对衙役与一名身穿黑色锦袍、面容阴柔的男子闯入客栈，瞬间改变了现场气氛。衙门办事，所有人不得轻举妄动。衙门哪里的衙门？缉捕搜查，那是镇抚司的事情。话音未落，风声骤起，阴柔男子身形如电，瞬间欺进青年身旁，不等对方反应，已将手覆盖下来。青年措手不及，虽奋力抽剑，却未能阻止手腕被擒。长剑出鞘之时，竟染上了血光。随着一声金属落地的声音，惨叫声便划破了空气。聒噪！电光火石之间，青年的两名同伴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怒吼着扑向阴柔。两人含恨出手，内劲化作刀芒与拳风，试图将阴柔男子掩罩其中。这两人实力不弱，均达到了2流水平，但面对更强的对手，他们的反击显得苍白无力。阴柔男子手持夺来的长剑，静立不动，宛如胆汁般轻轻挥手，顿时剑影交错。几乎同时，2道短促的声音响起，伴随着沉重的跌落声倒在了地上。如何？现在我可有资格缉捕啊？谁都不许动，只要大家配合衙门行事，我们绝对保证大家的性命无虞。当阴柔男子的目光落在叶渊身上时，危险的光芒闪过他的眼眸，没有侥幸，对方认出了他。叶渊心中一沉，怎么会这么巧？这位朋友，我们是不是在邺城见过？有吗？我怎么没印象？是吗？果然还是没能躲过去。2名衙役试图抓住柳青瓷，但只觉一道黑影掠过，随之而来的是2声闷响，衙役们惨叫着倒飞出去，撞碎了桌椅。阴柔男子嘴角微扬，似乎对叶渊的反应感到一丝兴趣。然而，他的笑容很快被惊讶取代。叶渊如猎豹般迅猛窜起，以惊人的速度向他扑来。阴柔男子尚未反应过来，叶渊已经近身，双手一抖，发出噼里啪啦的脆响。随后一个过肩飞出，男子掷出，轰然撞碎大门。叶渊身形急追，几步踏出，脚踏神行，短如闪电。在雨幕中，叶渊一手擒掌，一手为拳，错五手招式如电影般倾泻而下。阴柔男子虽是现击，但他毕竟是后天境界的大内高手，激进踏入先天之境。他在半空中拧转身形，双臂化为无数岛屿，迎上叶渊的攻势。紧接着是连绵不断的噼啪声与骤雨落地的声音交织成一片，两人身影在雨幕中快到模糊。叶渊的身影更快更急，宛如旋风笼罩着阴柔男子，四面八方轰出拳脚掌影。阴柔男子虽根基深厚，一时只能疲于防守，但也守得水泼不进，双方势均力敌。小桃，他们谁能赢？那小子根基深厚，功底扎实，还有一身断体横练，内外兼修，着实不错。错捕手只是2流武学，招式变化简单，已被对方看破，无论多快的速度，均能被对方稳稳拦下。而阴柔男子的气劲不快，高度凝聚且具备穿透特性，叶渊的气劲在他面前如同纸糊一般脆弱，唯有依靠气血凝聚，浑然一体的琉璃身躯硬扛。每次气劲与拳骨交击碰撞，都发出金铁交击般的脆响。不过他的这套拳脚实在过于简单，招路变化已经被那个小太监摸透了。小子，喝了你的茶，吃了你的饭，我算成了你的情。不过你根基虽厚，但是资质一般，我就不收你做徒弟了，教你几招还你人情。这是凝聚罡气，如此气定神闲，老乞丐必是外罡境之上的高手。雨幕中的叶渊突然听到一阵细微的破口声，紧接着一股气劲如电般划过他的手肘。原本一掌击出的他顿觉手肘好似被一股力道巧妙地推了一把，掌路顿时变得玄奇莫测，自右向左扫向阴柔男子腰腹。与此同时，叶渊感到有一股暖流沿着手肘涌入，引领他的内功走向，从掌心之间汹涌而出。阴柔男子完全没有料到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招，想抵挡已来不及。砰的一声闷响，他的腰腹如遭锤击，身形踉跄，被叶渊一掌震飞1丈之远。这怎么可能？刚刚还是粗浅的招法，这会儿怎突然变得如此精妙？臭小子倒是机灵。老乞丐轻笑，屈指接连弹动，罡气如密集的雨滴射入雨幕，精准地落在叶渊拳脚关节各处，仿佛无形的手操控着叶渊的动作，指引他内力运转的关键点。叶渊乘胜追击，错捕手10-20式，拳脚如影如雾，不带重样的招式朝着阴柔男子宣泄而出。60散手，60擒拿，一共12路变式。在老乞丐的微操之下，阴柔男子结结实实地挨了10招。没有横练护体的他，被无名心诀凝成的拳劲透体了。多谢前辈指点，敢问前辈姓名，晚辈该当之失礼。哎，那可不必，我也不是你师傅，你们之间的恩怨
我不掺和，你们也别问我是谁。我不想和老太监扯上关系。你的身法灵动玄妙，刚刚踢那几个差役的几脚像模像样，是那几个惯偷的弟子吧？这妮子根骨玄奇，百脉俱通，难能可贵的是竟还未练过武，可惜呀，是个小妮子，不适合跟我在乞丐堆里混，不然我还真想收你为徒。老乞丐的行为举止引起了叶渊的注意，叶渊因此也捕捉到2个特别信息：一是柳青瓷天资绝顶，甚至引起老乞丐收徒的兴趣；二是陶陶的手段与江湖上的惯偷有关，推测他可能与道门一脉相承。我先去睡一会，你们自行处理吧。客房内，叶渊质问柳青瓷的身份，得知她是定北侯流落在外的女儿，因定北侯与东厂有嫌隙而被盯上。陶陶透露，他的师父是道门3杰之一的道圣，地榜24的李司空，曾与柳青瓷的母亲有过交集。这次护送任务也是受托于他母亲的遗愿。与当朝皇帝同心同德的定北侯，没想到这样响当当的人物，竟然还有这等糟烂之事。果真是你们？说谁派你来的？你们好大的胆子！知道我是谁吗？东厂吧。若我死在这里，东厂不会放过你们的。无需多问，痛快点！老实交代，或许你还能痛快点。阴柔男子承认是东厂曹公公派他前来打探定北侯流落之女的下落，在死前透露了其修炼的特殊内功心法玄阴秘典的信息。武学玄阴秘典残篇，品质先天，境界未入门。备注：欲练自宫，必先自宫，凝聚一股玄阴之气，内气自生，神通微妙，自在其中。尽管该功法要求修炼者自宫，面对这一苛刻条件，叶渊选择放弃修炼此功法，继而消耗前修进阶错骨手为折云水。之后，3人继续旅程，到达了风铃镇。无声教利用戏班子作为掩护，在风铃镇中央广场上举行了一场看似普通的戏曲表演，实则通过内劲波动和心灵暗示的方式，控制了在场的所有观众，使他们成为教派的信徒。救救我们！救救我们！不对劲！唯有祈求神灵回归，才能重新带给世间安宁。我们祈求您，无声老母，真空家祥，上临世间，解救众生。糟了，是无声教。无声老母，真空家祥，降临世间，解救众生。快跪下！无声教惑人心智，激弄信仰，属于魔门3教之一。无声教能在荆棘之地如此大胆的行动，背后或许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或支持力量。难道他们不惧怕镇抚司吗？你是说他们是冲我们来的？今有邪魔混入，企图污染真空家乡，特为替无声老母请助他们，永保真空。当陶陶察觉到异样并认出这是无声教的活动时，形势已经变得非常危急。不好，快跑！抓住他们！
好快的刀！你们先去和圣女会合，老子今天非得斩了这兔崽子不可！小兔崽子，有本事你别跑！好强的精神波动！跟我走。另外一个如何处理？可是要杀了。不可。道门中人睚眦必报在江湖上是出了名的，此人若是死了，道门那几位会盯上圣教的。陶陶从突如其来的袭击中苏醒过来，意识到对方不仅手下留情，而且实力远超他的预期。陶陶自认为自己的轻功在先天之下无人能及，但在与白衣女子交手的一刹那，他感受到对方的速度和身法远超自己，即便没有拉着柳青死，也无法匹敌。此人绝对是先天高手，无声教圣女顾子桑，麒麟榜27位。难不成无声教也想以柳青辞要挟定北侯？小兔崽子，有本事你别跑！怎么不跑了？难道有来过？孤身一人而已。晚辈叶元，敢问前辈姓名？叶元，麒麟在榜。哼。可还有遗言。麒麟榜果真名不虚传，是我小觑天下英才了。无声教中郡西南道副领事赵定平。斩杀后天武者获得潜修时间5年09个月，潜修剩余8年。在与陶陶和柳青辞失散后，叶元严格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暗号一路进，最终发现陶陶不仅受伤严重，且他已追踪无声教成员至翊翠楼前。尽管伤势愈发严重，可陶陶仍然坚持监视。两人决定等待时机，并约定，即便不借助定北侯的力量，陶陶也会传授叶渊先天秘法以报护送之恩。你受伤了。我等乃定北侯亲卫，足下可是道门高徒。正是。修为最差的都是后天之境，这定北侯府果然底蕴深厚。信中女子可是在这翊翠楼，我们这便进去拿人，有劳两人帮忙协助之恩。李太偏，谁说？何方宵小，竟敢如此放肆？还想不想活了？定北侯府搜查无声教魔徒，拦路者死。如此大范围的奇迹感应，竟瞬间覆盖了整个翊翠楼。凝气成钢，难道是外罡之境？外罡之境竟如此夸张，这遭难的世道，终于有一些让人热血沸腾的事情。前辈，
在那艘船。宋长风，定北侯竟让你亲来。那是狂狮金蟒，也是外刚境的魔道高手。宋长风，你既然想要人，那就去阎王殿捞吧。前辈，柳姑娘她体内的真气已经被我压制，暂时性命无碍。我们即刻回京。两位陆厉相助，也请跟我们同行回府。我家侯爷有献礼相送。叶兄弟，在下宋长风。在下叶煞，多谢前辈。接下来的数天里，叶渊与陶陶在定北侯府经历了诸多波折。起初，他们遇到了麒麟榜第2定北侯之女谢小楼，并得知柳青瓷实际上是皇帝的流落之女夏青瓷公主。谢小楼承诺给予陶陶一枚先天凝气丹，并为叶渊挑选适合他的功法——破阵星诀先天篇。武学破阵星诀先天篇，品质先天，境界入门。由于你练武较晚，想要突破先天之境，恐怕……可是有碍我突破先天，那我该如何？天心寺有一门绝学，唤作易经洗髓经。初入门境，便是将脉络彻底打乱重塑。西陵藏地的佛宗诸派貌似也有类似的秘术。至于其他的门路，我暂时不知。意思就是说，想要学这功法，恐怕要去当和尚了。而后，陶陶离开。叶渊也通过几天的秘密摆探，发现了真正的柳青瓷其实并未被救回，而是与无声教的圣女顾子桑一融并交换了身份。顾子桑也将顶替夏青瓷入宫，而柳青瓷则加入了无声教。这背后隐藏着复杂的阴谋，涉及到柳青瓷母亲也就是前任圣女的过去，以及无声教对大夏朝廷的长远布局。叶少侠，青瓷伤势未愈，再加上男女有别，便不下车相见了。哼，好一个无声圣女顾子桑！看来你都知晓了。柳姑娘如此美人，果真是牵动英雄心，得以让叶公子如此挂念。叶公子，如何？你要告发我吗？我与柳姑娘一见如故，这是她自己的选择，也是她母亲的遗愿。也罢，宫廷内斗，朝廷兴衰，与我无关。镇抚司不是酒囊饭袋，定北侯府他们不敢闯，但很有可能已经在侯府之外布下天罗地网，只待你离府之时。努力活下去吧，我期待你踏入麒麟前10的那一天。最后，在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叶渊告别了谢小楼，离开了定北侯府，继续自己的江湖之路。谢小楼提出，若叶渊愿意留在侯府，侯府则会无期限的保障他的安全。但叶渊婉拒了提议，凛然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小楼大人，在下这便去了。山水有相逢。我虽修为高于你，但你我平辈相交，无需尊称。是小楼姑娘，朝堂争斗诡谲，希望你将来不会被记住。他日江湖再见。伟哥，说你呢，搞快点，别堵着路了。镇抚司缉拿重犯，现在人得速速退散。果然有埋伏。悬疑百户，先天高手。东郡镇抚司百户王千修奉命缉拿叛逆一人归案。
斩杀先天武者，获得前修时间6年零3个月，前修剩余6年零3个月。武学破阵无量，品质先天，境界大成。谢小楼，你包庇纵容要犯行凶，残杀悬疑同僚，你是想造反吗？青龙使何出此言？东郡镇抚司归你管辖，我只不过是来随意看看，尔等擒贼不利，反倒怨在我身上，是何道理？若是我不出手，叶渊必定逃脱。可谢小楼是定北侯之女，也是4世之一，敢赌吗？我的命就一条。谢小楼，我现在出手，你若是敢阻我，众目睽睽，你也会吃不了兜着走。是青龙使大人的人，快抓住那个逃犯！外刚高手，外刚高手。有点意思，看你怎么打。既然躲不开这一剑，那就只有去打了。呵呵，刀都没了，还有什么手段？谢小楼，你要造反？怎么会？我不过是帮你抓捕叛逆而已。哎呀呀呀，扎偏了！去天心寺，无人可阻你了。谢小楼，我会将此事151呈报指挥使大人，你之所为，大人自有决断。随便你。我定北侯府的客人，既是全身而来，定要其全身而退。谢小楼，叶渊落路受损严重，肉身多处受伤，气血耗尽，四肢酸痛无力，唯一挤在城门的险境。除了感激谢小楼的救命之恩与指引外，也意识到了眼下必须前往天心寺，才能解决落路问题，以求突破。去天心寺，无人可阻你了。系统宿主叶渊，修为后天，前修剩余27年零6个月。叶渊为破阵杀伤众多玄衣卫，后利用6个月前修恢复外伤，但落路内伤修复甚微。他考虑长期治疗或前往天心寺寻求易经法水晶。整理仪容后，叶渊埋葬了破损的寒夜刀，并在刀冢旁沉睡。3月后，新一期天机图发布，叶渊因在京师西门的英勇表现，登上麒麟第47位，引起江湖震动。京城西门一战后，叶渊化名陈楼，随流民南下至天心寺，主动帮助寺庙管理难民，分发食物，并提出有效管理建议，赢得和尚们的信任与赞誉。通过积极参与劳作和宣传，他为寺庙解决了粮食短缺问题，也因此在短期内获得入寺修行的机会，成为小沙弥。陈楼，尔入寺半月，心性机敏，常志朴素，一心向佛，经佛祖慈悲，广度世人，特准尔入寺修行，望尔持戒守律，心怀佛法，得成正觉之果。今提取尔3000烦恼丝，自此遁入空门，俗尘皆忘，尔可后悔。今特赐尔法号，望尘。叶兄弟勇猛精进，果非常人。以他如此精进的速度，追上我也指日可待。依照麒麟榜所说，
他突出重围，必定身受重伤，着实让人担心啊。我会让帮中兄弟留意他的动向，若是他有难，帮中兄弟结实能帮就会帮忙。多谢首座。哦，师傅。你的那位小朋友可是榜上有名，炙手可热哟。先天，他踏破先天了。不对呀，这才多久？而且，麒麟榜说他最后重伤失踪，他不会出事吧？哼。这样的天骄，若是没有当场落于青龙使之手，便绝不会死。他日定会重出江湖。东郡政府司因叶渊事件和牛奔恶行爆发，面临舆论和即将到来的总司彻查两大压力，屈清扬职位必定不保。加之政府司不仅内部动荡，而且外界的批评声也逐渐高涨，政府司也因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公关危机。公主，最新的天机榜出来了。已经有过半月了吗？真是宫中不知宫外事何？有何特别的消息吗？叶公子刀斩政府司百户，突出重围，远遁京城，登上麒麟47位，天下震动。他果真像公主所说，不同凡响呐。本以为今天是我的出头日，没想到却是被你抢先了。知道了，吉时快到了吧？我们也该启程了。是，公主。望尘，听说外面出大事了喽！听说麒麟榜上有个叫叶约的，他可是现在江湖上的名人，蹿升也可快，这才2个多月的时间，就从88位一举踏入47位。这下和镇抚司的梁子真是越结越大。咦，咱们达摩院的吴心师兄排名也上升了1位，现在是麒麟榜第5。佛在，恶心。叶渊以望尘之名在天心寺安居，了解到佛门武学需要深厚的佛法基础，并开始理解其中的道理。外界江湖风云变幻，但他选择静观其变，专注于修行。武学金刚掌，天心寺绝学掌法，品质先天，需以深厚的大乘佛法为根基，境界未入门，金刚伏魔，威力惊人。想练武，先修佛。长老，寻常人在净堂学佛，多久可以开悟，升入罗汉院？3到5年即可。叶渊缓缓睁开双眼，眼眸中透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3年潜修时间的灌注，让他对佛法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虽然这并非一蹴而就的顿悟，但确确实实为他奠定了坚实的佛法基础。阿弥陀佛，长老，我悟了。叶渊宣称自己开悟，净堂长老则不显惊讶，因真正的开悟不容作假。旋即，长老便展示缩地成寸，以证叶渊所言非虚。竟有如此定力，心性倒是练得极佳。望尘，你悟到了什么？弟子悟到了，佛在心中。请坐。阿弥陀佛。叶渊与净堂长老对坐，长老轻响何时后，佛光笼罩叶渊。叶渊体验到佛意出城的感觉，并决定效仿佛祖于菩提树下参悟。望尘，尔佛意出具，望尔勤修持正，得成正果。相传佛祖于菩提树下参悟749日，得悟正觉正果。我愿效仿佛祖，他日菩提成树结果，玲珑佛心自成，善也。望尘，你可以去罗汉院了。叶渊在天心寺4个月后，掌握了武学技能金刚掌、蛇龙爪手，之后开始学习佛法，得授予天心寺入门的天心心和罗汉拳。至此，他的潜修时间还剩24年。藏经阁内，叶渊以惊人的速度阅读佛经。起初，扫地僧担心他只是囫囵吞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扫地僧发现叶渊不仅技艺惊人，而且真正的进入了佛法的门道，并在速读过程中实现了持续的开悟。在短短几个月内，叶渊的佛法修为迅速增长，甚至超过了常人10几年的努力成果。尽管他的内功因经脉破损而无法正常发挥，但其佛意和禅韵已经显著增强。每当夕阳西下，叶渊也都会恭敬地向扫地僧行礼。
前辈，我明日再来。不好，有大事发生。这些都是什么？回禀王爷，前阵子郡内饥荒盛行，天心寺广开山门收留难民，故而才有此象。通通赶走，拒不离开者就地格杀。而后，晋王携众多江湖帮派及西陵使团来访天心寺，意图拉拢或施压寺院加入其阵营。而随行的有密宗和金刚宗的喇嘛、太岳剑派的持剑长老赵青松，更有密宗天骄模糊罗错同行。相传这人是转世活佛，亦在麒麟榜上有名，列第26位。阿弥陀佛，天心寺僧众恭迎晋王殿下。广远禅师有礼了。皇兄病危，帝女入住东宫，朝堂动乱，江湖乱象丛生，魔门一灭，三教四宗蠢蠢欲动，意欲卷土重来。本王特请天心寺出山主扫除疲弊，澄清是的，还天下太平。晋王殿下有此宏愿，乃苍生之福。只是这宏图伟愿，亦是从小处着眼而行才是。何意啊？天星山下，晋王连流民的一席都无法容留，一民不救，何谈拯救天下万民？随后，西陵密宗的小活佛模糊罗错出面缓和局势，以佛教理论为晋王的行为辩护，称驱逐流民归乡是辅正人性、安民定心之举，并强调众生各有其位，此举亦是度化。因主持长老们不便直接反驳一个年轻和尚，以免显得欺负小辈。此言一出，将天心寺置于不利的位置，让在场的天心僧众一时无言以对。可惜无心师兄在外远游，否则以他的才思，必能辩而胜之。阿弥陀佛，贫僧无我，请小活佛指教。佛在何处？佛就在那里。既见我佛，为何不拜？佛在，恶心。何为玉？玉乃镜花水月，梦幻泡影。既为泡影，可愿与我之佛国一观？此乃小活佛以精神所构而幻化。不好。是西陵秘传，掌中佛骨。欢喜极乐，共赴朝廷。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为何不敢睁眼看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变身哥哥，好久不见。无我大师，你心中有私欲，而无佛陀。这一局是你输了。师傅，阿弥陀佛。辰儿，你的修为3年未有寸进，便是症结于此。此论法对你而言是福不是祸，下去用心体悟。是欢喜佛道。西陵佛宗的欢喜佛一脉属于偏门，因为大多数的修者都挨不过欲海沉沦的诱惑，成为了欲望的奴隶。没想到如今却出了一个模糊罗错。方丈，不如让我来试试。Nice。无我轮佛力图通过自身的佛意和修为来破解佛国法，但最终还是被找到破绽，导致佛心失守，天心寺败阵。叶渊看出门道，主动请缨，上前校正。方丈，不如让我来试试。阿弥陀佛，
望尘，你疯了吗？对于叶渊，广远广度禅师对其佛法天赋赞赏有加，但担忧其世俗经历可能影响心性，犹豫是否助其重塑落路。叶渊目的明确，便是借以佛法论道，求得一经洗髓经之助。望尘，你便上去和小活佛论一论法吧，切记要量力而行。弟子谨记。你叫望尘，只是一个代称而已。望尘、忘忧、忘我、忘心又有什么区别呢？那么佛也是代称？自然。如果佛不再是佛，那又是什么？是一粒尘埃。是一片树叶，一朵花，一棵树，甚至是一缕清风。佛是一座青山，是一缕温润不绝的大河，是日月，是星河，是这片草原，是古往今来。四海八荒之宇宙，风出不散，无所不是。佛，你可以是我，我亦可以是佛。佛护罗措，寂静为何为难？佛祖已拜，便请望尘法师也参拜一下我家佛祖吧。摩呼罗措施展出掌中佛骨，企图在幻象和欲念动摇叶渊的心灵。尽管场景充满压迫与诱惑，叶渊也凭借其坚定的心性和多年的佛学修为抵御挑战。坏了，我真成佛祖了。请佛祖惩罚我等。阿弥陀佛。叶渊在修罗天女的魅惑面前，凭借坚定的佛心和深厚的修为，势力容如骷髅，幻象为泡影。他轻声念唱阿弥陀佛，刹那间佛光显现，化身为金身佛骨，使天女如泡影般消散。叶渊跌坐原地，其灵台佛意显化为菩提古树与清泉环绕的佛境，展现出完满无缺的佛境，令摩呼罗措形神震撼，显露出佛势。此景倘若佛祖于菩提树下悟道成佛，破绽。念中此时不悟，更待何时？雕虫小技竟敢班门弄斧！不愿在极乐里超脱，那便在地狱中。不愧是西陵的小活佛，掌中佛国之外，还有一通地狱圣境。在摩呼罗托的掌中，佛国叶渊身处象征地狱的无尽黑暗之中，周围是血与火的光影和汹涌的黑暗狂潮。即便面对小佛陀设计的地狱圣境连续不断的猛烈攻击，叶渊则是凭借坚定的佛心和菩提佛境抵御着黑暗的侵袭。在这一场佛法、意志和心灵的较量中，叶渊忽然起身在菩提树下跑腿，仿佛对周围的激烈对抗不闻不问，俨然一副超然物外的态度。他在干什么？难不成就此放弃了？
佛心显化而成的幻境，怎会有刀的存在？不对，那不是刀，而是长久锤炼而成的刀意。凝形，这不可能！你身为佛门子弟，为何拥有如此浓厚杀意？你杀心如此之重，又怎会修成如此佛法修为？佛陀垂眸，金刚怒目，冥王亦有降魔愤怒，杀身为不赦，斩业非斩业。佛在我心，小活佛，你说呢？天心寺前，摩呼罗错再次对叶渊施展出掌中佛国做最后的表演。叶渊佛意骤盛，并转化为凛然刀意，瞬间反击。而后，摩呼罗错身形扭曲，仿佛再度跪拜，随即败下阵来，并在众目睽睽之下昏迷过去。这也让摩呼罗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惨败。老禅师，西陵密宗受教。晋王殿下，我等需先行退却，给我这位师侄疗伤，而后还要东进入京，拜见皇帝陛下，不可耽搁。小活佛，这是佛心不稳导致的急火攻心。如若不弃，我们寺院可提供禅房给使团的诸位休息，也有助于小活佛伤势恢复。叶渊对此暗觉好笑，意识到此举可以让小活佛的败绩人尽皆知，未来也可能成为江湖传说，而自己则成为了故事中的主角。此情此景，摩呼罗错的窘境竟让他升起了一丝怜悯。没关系的，一辈子很短，一晃就过去了。我进王府自有名医替小活佛好生休养，不劳天心寺的各位禅师费心。随着西陵使团的迅速撤离，天心寺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叶渊明白这次危机已顺利化解，不同于对付其他门派，晋王未敢对天心寺全力动用武力，因其作为首屈一指的佛宗圣地，拥有强大的高手坐镇，包括传说中的天榜圣僧，任何武力威胁都是不可想象的。你有没有公德心呐？又吵又闹的，夜父母不用睡觉了，人家明天还要上班呢，不敢。回禀方丈，亲不辱命。此间事了，各院弟子各归其位。今晚我让厨房多加2个斋菜。忘川，你跟我来吧。王晨，你可知错？弟子不成，弟子知错。斗佛之后，叶渊在天心寺经历了一场严肃的审问。面对广远禅师及个院首座，他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而是通缉在绑的狂刀叶渊，并非陈楼。尽管叶渊隐瞒了身份进入天心寺，但他的真诚和佛法修为赢得了众僧的认可。然而，由于叶渊坚持走一条以杀正道的道路，这与天心寺的传统教义产生了冲突。最终，广远禅师决定让叶渊在藏经阁自省，阅读佛经以化解其心中的杀意。在藏经阁中，叶渊发现了《易经洗髓先天篇》的秘密指尖，并通过3年时间的勤修将其完全掌握。在此期间，他还获得了拈花指和般若掌2门先天级绝学。宿主叶渊，修为先天，5选《易经洗髓经先天篇》大成，金刚掌登堂，龙爪手登堂，般若掌小成，拈花指小成，道选佛法登堂入室，前修5。与此同时，晋王一行人在前往京城的路上遭遇了一个诡异的势头，村中居民全部消失。太岳剑派的赵青松等高手初步判断，认为这是古神教所。魔门3教之一的古神教，这魔教本在30年前被剿灭了，之前只是听说近来有死灰复燃之象，如今竟然让我给碰到了。殿下，我们可要出手铲除这些魔念。我有一计。弟子望尘，求见方丈。望尘，你不是在藏经阁读经自省吗？怎的自己跑出来了？弟子已听闻今日大殿之事，特来为方丈排忧解难。进来说吧。弟子听闻有魔孽横行于野，弟子特请下山追查魔迹。
叶渊请求广远禅师允许他下山追查魔迹，尤其是与晋王引出的古神教相关的事。尽管寺内讨论过派遣谁去执行这个任务，考虑到心性、修为和应变能力等多方面因素，但最终广远禅师预见到了叶渊会主动请缨，便轻而易举地同意了他的请求。阿弥陀佛，望臣自训为戒，而心性未定，尘缘未了。今特准儿出师还俗，万儿修持正道，红尘炼心，广度罪辈。他日一朝的悟，再脱俗尘，得正圆觉。弟子谨记。此行师兄可有把握？纵使剑影刀光映照半生豪情，却也难逃江湖业余10年孤灯的无可奈何。随他去吧。前辈通天识地，修为深远，更与我有教导之恩。敢问名讳？吾自当铭记于心。去，什么名讳？老和尚早就忘了。臭小子跟了我这么久，心里就没有一点猜测吗？天榜第7，生死。臭小子，别死在外面！有空回来看看，要是碰到了无心小和尚，也和他这么说。江湖真是别来无恙啊！而后，叶渊凭借一经其死后的强大修为与敏锐洞察力，追踪古神教线索之时，通过进一步的探索，叶渊在一个看似自然形成的矿洞中发现了异常。矿洞尽头的山壁并非天然形成。金刚掌，刚猛如仇，力感无双。不对，这不是人声。黑离玄蛇。波若掌。这池子的构造并非在此间石窟独立，莫非与洞窟外的某处相连？难道这是他的休憩之所？怎么回事？玄蛇何故异动？莫不是因为前日李端去那石头尊大快朵颐，如今洞口被封，没了那出洞开荤的通路，所以才因此异动。他现在又回血池休憩了，许是又问又罚，没精力动坛了。这位祖宗还是少些精力的好，也幸好堂主将那矿口堵了。要是玄蛇又跑没影了，咱们两个也得和之前的值守一样，进他的肚子里团聚了。算日子，今天也该给他投送血食了。祭司大人上次说时候也差不多到了，等把关着的那些个全都喂饱他，便能取了那丹精元给教主献上。那时候咱们堂肯定能得到不少赏赐。叶渊捕捉到的这一系列信息无不预示着古神教不仅恢复了力量，并且重新聚集残余势力，开始秘密发展壮大。在确认玄蛇暂时没有威胁之后，叶渊决定返回地面寻求帮助。然而你是太岳剑派之人。望尘大师，好定力啊！
年华指，刚刚我的剑气贯穿你落路，你怎会未受影响？是靖王派你来的。先是传讯天心寺关于古神教的线索，料定只有我能前来，然后暗中袭击，再嫁祸给古神教，最后靖王再引兵剿灭。好一个一箭双雕！望尘大师才智过人，可惜年华指的功夫还不够。前辈，太岳剑乃是中境名门，古神教当前不思共抗邪魔，反而对内拔刀相向，就不怕天心寺问罪。望尘大师于探查古神教魔窟之时不幸身陨，尸骨无存，与我太岳剑何干？前辈修为超脱，何故自甘当那晋王的走狗？无知小儿，打争之事，谁能独善其身？若晋王殿下登位，我太岳剑派自会得个从龙首功。利欲熏心，为祸之端。前辈，苦海无涯，回头是岸。天心寺的和尚婆婆妈妈，还是让我送你去见佛祖听道去吧。好一个太岳威剑，扬言。阿弥陀佛。他这速度怎会如此之快？竟然让气机锁定，瞬间失去了目标。这天心寺的和尚心思算计竟然如此之深，竟想凭此奇招逆转。金刚掌，龙爪手，波落掌，好机会。弹指年华，年华指挡不住我，是吗？再加上这个，说破天，你也只是个先天。这是一刃断喉的，你怎么会？你可是和尚啊！阿弥陀佛，我佛慈悲。斩杀外刚武者，获得潜修时间
8年09个月，千宿剩余8年09个月。武学太岳剑典上已收录，品质不详，但堪称武学传承。此乃赵之衡为其衣钵传人准备，还未事成就被你捡了漏。去吧，去天心寺。叶渊在处理完与靖王阴谋相关的情报传递后，为确保不留任何证据，他将赵之衡扛回了矿道深处，并利用易经吸髓经快速恢复体力和真气，依然小心翼翼地确保不留下任何可能暴露身份的线索。气机感应正常，没有异常的声音，也不知道那玄蛇清醒了没。来，加餐开饭。吃饱了的话，就先睡会儿吧。叶渊在血池边通过2年潜修时间的灌注，瞬间提升般若掌和拈花指至登堂入室之境。你开始研习般若掌式和拈花指，佛法境界开始登堂入室。你此前武道多为刚猛迅疾一道，于至柔至缓之道的领悟进境稍慢。你于血池边静坐潜修，坐观血池浮沉几何，渐有所悟。经过2年的潜修，你对柔境领悟更深。般若掌和拈花指踏入登堂入室之境，2门齐修，简直无敌。武学般若掌、拈花指，品质先天，境界登堂入室。意识回归现实，不过一瞬。至此，叶渊的4门天心绝学皆已达到登堂之境。还有谁？如今只等古神教再度来人查看之时，看看是否能借此机会混入其中。不好，有人潜入。古神教，尔等此处有多少人？领头者修为几何？和尚，你是天心寺，魂灵不死，古神庇佑。古神邪功，好诡异的路数。竟然杀生，你可是和尚啊！阿弥陀佛。斩杀江湖后天武者，获得潜修时间4年010个月，潜修剩余9年011个月。此人修为虽然一般，但是穿着不像是普通教众，而且其刚刚所展现出的路数着实诡异。那刹那分泌出的汗液，竟有削肉腐蚀之效。单照老和尚所说，想必便是这古神教所传的化血式古经。在击杀红袍之首并制服御兽祭司后，叶渊截获了古神邪功的重要情报，并确认知晓了古神教即将进行的血祭计划。他利用其服饰和面具伪装成御兽祭司，打算混入古神教内部进一步探查，并决定等待天心寺的支援，以彻底剿灭古神教。祭司大人，刚刚大人与一名子叟同去，如今怎一人而归？那人冲撞了玄蛇，已经进线了。蛇首黑鳞，玄黑如墨，看来已经成熟，这是即将攻城的预兆，只差一点火候了。带我去寻一些放血的。牢骚，给玄蛇进补，若是遗物，便为你试问。小的多嘴，大人勿怪。有了红袍之手做引路线图，叶渊逐渐摸清古神教地窟的结构，发现血河串联起各个功能区域，从饲养玄蛇的四魔窟到源头万尸林，沿途遇到的教徒皆恭敬行礼，未敢盘问其身份。异兽，你急匆匆的去哪儿？
炼师大人，玉兽大人让我和他去一趟万世林。今夜你不是负责投放玄蛇血石吗？莫非有了变故？血石分量还差些火候啊，需要去万石林补充一些，玄蛇内丹方能成就。是否要先禀报长老和堂主啊？玄蛇即将攻城，但性情焦躁，急需血石稳固其状态。我必须立即行动，待事成之后再向堂主请罪过。我们走。祭司大人，我们到了。玉兽，你就带一个弟子哪里够用，我来帮你吧。那就有劳炼师和我一起进去，挑一挑有没有什么好的材料吧。炼师祭司先行，玉兽祭祀先行。炼师祭司先行，玉兽祭祀先行。炼师祭祀。自己是不是一路的魔神讲一声？咱们这里啥时候创造前世礼让？炼师祭司先行，到底走不走？不走我走了。炼师祭司先行，玉兽祭祀先行。炼师祭司先行，玉兽祭祀先行。炼师祭司先行。穿过石门的万尸林被弥漫的血色雾气所包围，除了视觉震撼，腐蚀恶臭和血腥味也扑面而来。因古神教堂主和长老外出的事实被叶渊忽视，叶渊的身份也因此遭到了炼尸祭司的质疑。我刚刚拿此事试探你，你却恍然无觉。你根本不是玉兽，你究竟是谁？也罢，如今堂主和长老不在，不管你是谁，有什么目的，只要进了万尸林。是吗？那又如何？系统没有提示，可刚刚的那一刀，外面吧我。原来这万尸林竟是你的主场。看来我的错觉没有错，你究竟是何人？幸亏刚刚没犹豫，以剑作刀，出手果敢，否则面对复原前满状态的炼尸祭司，再加上这几具先天血尸，恐怕我是靖王座下，爱月镜照着，今日特来清邪荡。长进刚猛无仇，又蕴含3分慈悲之意，让我真气运转不畅，哪里有半点太岳威势？
你和天心寺有关吗？那你知道还问？再多的残尸也不过是贴符撼术。残尸只不过是起到混淆视听之用，真正能以干的还是那4具精心炼制的血尸。契机锁定。力大无穷，刀枪不入，还能保留一定身前的武道直觉，而且4具血尸的根基不弱，身前更是分属先天，各有绝技傍身。虽说关节不重要，那手臂和腿数年的心血积累，掌推全扫，一掌便是数月的量化之功，一拳便是1年的汲汲营营。不在这里把他斩杀，不仅我活不了，恐怕整个古神教分堂都要被搅得天翻地覆。拈花指演得挺真，先以群尸混淆视野，后以血尸正面主攻，最后的这浑身剧毒的黑尸才是杀招吧。这根竹针经过数年鲜血炮制，尸毒温养，只要稍微破一点皮，沾一点血，便是必死之局。你的咳嗽声，还有那越来越虚弱的气息，提醒了我，炼尸、控尸消耗的终究是精神。
不必费力泯灭狮群，我只需要切断尔等之间的联系。阿弥陀佛。菩提佛经。本打算依靠群尸斩杀，再利用精纯的肉身气血，用化血石古功炼化，来补足修复我的致命伤势。如今看来，却只是妄想。你真是和尚，在第20级已经还俗了。呵呵，原来如此。斩杀先天武者，奖励潜修时间6年零2个月，潜修圣域15年零9个月。而后，叶渊利用祭司红袍，在古神教内畅通无阻，进入一间奢华的石室寻找魔宫秘密，推测此地乃是古神教堂主的休息之地。随后通过已知线索，很轻松的就找到一幅用于魔宫潜修的观想图。检测到古神教魔宫秘录观想图，悟道修为境界达到宗师之上后，便涉及到心念和精神意志的修行和锤炼。而修为精深的宗师，能够凭借精神悟法和传法；大宗师和天人以上的强者，更是能够以将精神烙印，留存在物品之上，经久不消。而这一幅画卷内含神韵，出处不详，可用于观想潜修，非常耐髓。与此同时，天心寺收到叶渊传讯后，由广度禅师带领众僧迅速赶往石头村，并在矿洞外摆下阵势准备支援。天心寺广度禅师率伏魔僧众疾驰而来，却在矿洞入口遭遇叶渊刻意伪造的战场痕迹。窟内的叶渊为了拖延时间，他将执手教徒馈赠玄蛇伪装成血势不足导致妖兽失控的假象。当广度禅师破开石门时，正撞见叶渊浑身浴血，站在暴走的玄蛇头顶。此举正为用玄蛇内丹作饵，引诱古神教堂主现身。另一边，归来的陆血堂主无限望带着古神教真传弟子赵薛一抵达，却不知地窟早已被天心寺控制。叶渊假扮御兽祭司谎报玄蛇暴乱，赵薛一也因此正中叶渊与天心寺的设伏围剿之计。何故会暴走？他现在何处？他现在就盘踞在万世林。堂主，咱们快去看看吧。若是玄蛇有失，陆血堂难辞其咎啊！堂主饶命，堂主饶命啊！果然有鬼！高野，明醒！如何？广度禅师以内力化解古神真境，净化落路。叶渊原计划伪装诱敌，利用地窟突袭陆血堂堂主，但广度指出宗师感知敏锐，计划易败露，主张正面迎战。叶渊坚持己见，假扮御兽偷袭，结果无效，也亲身体验了宗师的实力和广度的高深修为。宗师料敌先机，偷袭的作用一是微乎其微，本想借此一试与宗师之间的差距，没想到差距竟如此之大。阿弥陀佛，诸位，随我到伏魔殿走一遭吧。人榜第3，快退！阿弥陀佛。
一掌击碎滔天血海，这就是人榜第3的实力。这是金刚不坏，神功，天心广度力。无限忘话未说完便昏厥，而血衣公子赵薛一则早在广度现身时便悄然逃离。众人本以为一切尽在掌控，不料片刻后，洞外竟又被靖王麾下的甲士包围，为首的禁卫统领与太岳剑派持剑长老赵青松现身，意图攫取胜利果实。赵薛一虽被天心寺所擒，却毫不担忧。大和尚们苦心孤诣，设法埋伏我党，不料却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太岳剑赵青松，你又是哪个？你们谁管事？为了我等，又是意欲何为？赵薛一嘲讽天心寺埋伏被靖王截胡，广度禅师不为所动，质问铁甲统领和赵青松意图。铁甲统领出示靖王金牌，要求交出古神教俘虏。我天心寺千年兴衰都在这天心山，远不说1000年，就说100年前。这靖王又在哪里？大胆，尔等和尚真要抗命！不知贵寺的网禅大师现在何处啊？吾弟赵之衡先前在石头村探寻魔迹，听闻天心寺乃是网禅大师先行开路，可又与我那不成器的弟弟恰好碰上。回禀赵前辈，古神教豢养玄蛇，赵前辈许是与玄蛇激战，不慎被吞入腹中。我太岳为剑，为世无双，怎会被一个区区畜生所败？你是在骂我了？阿弥陀佛。赵施主是名门大宗的一代宗师，接连对一个小辈出手，是不是太过失礼了？那玄蛇威如山岳，我等在那玄蛇腹中确实找到了一块令牌。以先天境斩杀外刚境也并非不可能，恐怕是你把令牌扔进玄蛇的肚子里的吧，王禅大师。奉晋王之命，缉拿要犯王臣，看谁头。不是狂刀叶元。阿弥陀佛。广度，你疯了！我天心寺虽为方外之地，自有戒律，怎可任由赵施主在此逞凶？哼，那就让老夫的太岳为剑来会一会广度禅师的金刚不坏之法。京中护体。嗨。